呢個各位網友，嗱呢條片我講講係呢個台灣國慶之後呢一個北京又做出呢個利劍行動。我主要係講呢一個北京係做咗啲乜嘢，同埋個更加重要呢，就係講國民黨同埋民眾黨嘅反應係點，即係愛嚟彰顯出北京呢啲行動係幾咁愚蠢嘅，其實真係幾咁愚蠢嘅。雙十國慶前夕就有人話中國會發動軍演，結果今日宣布展開聯合利劍2024B 圍台演習。佢係點呢？整一個勒字喺度勒住你。2022年至2024嘅示意動畫名為勒，挑釁越甚，勒得越緊，勒到台灣唞唔到氣，但台灣發緊達。台灣學者呢個揭仲話，目前睇上嚟咧，佢嘅特徵係咩呢？無預警，忽然之間就會嚟，即係等於突襲咁，佢忽然間就會嚟。其實就係話我可以隨時突襲你，係冇實彈射擊嘅。施壓同時呢，亦都唔好拉得太緊張，呢個呢，就恐怕會引起美國同埋西方國家嘅強烈反應。據央視報導，重點演習海空戰備警巡喺台灣外邊不停巡邏，要港要域控制，即係咧對住台北高雄嗰啲重要地方係撳住你呢個桃園機場咁，對海對陸打擊，可以打擊你啲船，打擊你台灣島上嘅軍事設施，奪取綜合制權，即係奪取海空嘅控制權，檢驗部隊聯合作戰能力。部隊多向抵達台灣包圍，聯合駐軍兵種可以聯合突擊，做合圍之勢。呢個就係到達預定海域之後呢，編隊迅速展開戰鬥部署，武備部隊進入接令即打嘅階段。當佢進入咗呢個包圍之後呢，佢一接到命令呢就打，隨時打得。即係話我今次唔打你啫，有咩事呢？我隨時可以打你嘅喎。艦隊編隊喺聯合體系之下，連續多次進行封控同埋進攻、要域奪控呢啲咁樣嘅演習。我唔知點樣演習。封控最緊要嘅就係要截停所有嘅商船同埋軍船同埋飛機。奪控呢，你就要登島演習嘅咯。殲擊機、轟炸機越過海峽，奔襲逼近。通過艦機體系聯動多路合圍，哇！寫得好勁，迅速奪取戰場綜合權。各型戰機從東南沿海幾個機場起飛之後完成集結，並依照作戰編組前去任務空域。多型殲擊機以戰鬥編組形成作戰體系，開闢咗一個空中突擊走廊方向。即係佢咧兩邊保衛住，中間咧就可以突擊，奪取控制權，掩護轟炸機等你啲戰鬥機、轟炸機經過巴士海峽飛向遠洋，協助打擊。喺呢一個台灣海峽逼近呢個台北，可以打嚟喺南邊逼近高雄，然後咧戰鬥機喺西南巡域，等啲轟炸機可以飛出去繞去台東嗰度攻擊。官媒引述中國軍事科學院傅征南話：呢次演習係會擊穿台灣嘅豪豬防禦，台灣嘅防禦體系，佢係希望可以一下插穿佢。喺夜晚凌晨發起軍事震懾行動，用兵力機動展開布勢到進逼施壓，整個過程無縫銜接，好順滑。一出嚟就可以突擊，高效連貫，快速轉化，隨時可以由訓轉戰。等台獨分裂分子唔知道解放軍發動攻擊嘅時間地點，疲於奔命，備多力分嘅被動境界，
唔知點守好，唔知佢突襲邊度，呢個真係奇怪呢個。我一陣最後先至綜合講。佢其實咧2024年 A 喺5月23號至24日咧就進行過聯合利劍2日㗎啦。嗰陣時呢個時候就賴清德做總統，而家咧就賴清德就講呢一個國慶呢個中華民國，唔係講中華民國係主權國家。好啦，個領域咧係一樣，聯合海空戰備警巡，聯合海空戰備警巡一樣，就有呢句要講要域封控，即係隨時可以封鎖台灣嘅機場，呢個台北桃園機場、松山機場，呢個台中台南機場，對海對陸打擊，隨時獲得控制權，綜合控制權呢個一樣嘅，呢個係好啦。多咗隻遼寧艦喺西太平洋，喺西太平洋擺咗隻遼寧艦喺出邊，即係可以喺東邊進攻台灣。好啦，我先講晒啲反應先。台灣國防部長強烈譴責，國防部已經擺兵力應對。嗱，台灣國防部就話就係有呢個共機28架，其中呢一個係穿越中線嘅16架，共艦7艘，公務船4艘，穿越咗呢個防線，呢個就係好啦。賴清德話致力維護台海和平，希望維護兩岸對等尊嚴、健康有序對話交流。第一就係保持和平穩定，共軍發動軍演意圖想破壞和平穩定，用武力脅迫，同國際社會期待嘅不同。面對外部威脅，我哋要國人同胞放心，政府會捍衛民主自由嘅，保護國家安全嘅。我喺呢度我先將個態勢講俾大家聽先。經過我哋以前咧，對於近代嘅戰爭咧，我哋係了解甚少嘅。其實經過呢一個俄烏嘅大型戰爭之後咧，我哋係非常明白嘅。其實係原來有現代嘅防空武器之後咧，你想用空軍去奪取人哋嗰個領土上邊嘅制空權咧，係非常之困難嘅。即係共軍嘅飛機咧，雖然係多啲，導彈多啲。而家咧，我講兩點。第一，台灣係有多重嘅飛彈防禦，有呢一個天弓2型、3型，呢個係非常之犀利嘅。有紅2、紅3打呢個戰艦，然後咧就超高空有愛國者咧，天弓3型係可以射得比愛國者更多、更高嘅。然後低空就已經有好多嗰啲針刺導彈，即係你唔可以低空突襲。喺咁嘅範圍之下呢，我哋證實咗，連俄國對烏拉克啲空軍咁渣呢，都冇辦法徹底奪取呢個領空，因為你一低飛啫，人哋就用肩托導彈可以打你落嚟。你高少少呢，佢嗰啲呢一個佢係開頭咧係使用呢個 S300嘅，就係 mobile 嘅，佢係移動嘅，你消滅唔到佢，只要佢有啲 S300喺度咧，就打到你嘅飛機。唔好講話台灣嘅飛機係會打贏你嘅飛機，台灣嘅 F-16V 係高級過烏克蘭嘅飛機，烏克蘭嘅飛機咧係用 F-16啫。就冇 V 嘅，佢應該係 AB 改造咗、先進咗，剛啱最近先至宣布打落咗個最犀利嘅蘇57呢個第6代嘅戰機，即係台灣嘅 F-16啊嘅靈活性係好強，加埋台灣嘅雷達裝置，如果你一舉唔能夠殲滅台灣嘅飛機嘅話，台灣嘅飛機一升到空咧，再加埋防空系統咧，你根本冇辦法徹底控制台灣嘅領空，於是你就冇辦法控制唔到領空咧，你就冇辦法係對台灣進行突襲嘅，因為咧你對台灣突襲咧，你用直升機或者
用降落傘部隊呢，都一定被殲滅嘅。你一低飛嗰時呢，就遇到針刺導彈去打你啲飛機㗎啦。呢個好啦。第二，用導彈襲擊又點呢？咁用導彈襲擊呢，就係可以打中台灣一部分，但係你睇見烏克蘭呢，都係擋得好犀利喎，可以。而台灣嘅防空系統呢，係犀利過烏克蘭好多，可以話大部分嘅導彈呢，你一係打唔中，就一係擋到。就算打到呢，都唔會置台灣於死命。而且你睇見俄羅斯打咗2年幾，用咁多導彈打烏克蘭，能唔能夠打到烏克蘭投降呢？係打唔到嘅。連美國咁樣去炸胡塞武裝組織呢，都唔可以令到胡塞武裝組織呢襲擊唔到紅海嘅。而家我哋對呢個整個戰場態勢係非常之清楚，台灣要守住個島啊，基本上係冇可能打得贏，除非台灣有內奸投降。如果唔係呢，你根本控制唔到台海東邊。我話俾你，呢個大海，你要阻攔啲商船呢，你要好大能力喺呢度。而一俾人封鎖宮古同埋巴士海峽呢，呢度嘅戰艦嘅飛機呢係死得人嘅。所以近期內呢啲咁嘅行為呢，就完全係嚇鬼嘅。但係大陸堅決係咁做。好啦，我睇國民黨點講啊？中國聯合利劍 2024B 強烈遺憾，停止破壞台海和平。即係我話中共愚蠢呢，就係佢逼到國民黨呢啲呢，不能不表態保護台灣嘅安全。咁於是佢哋要出嚟保護台灣嘅安全，更加證明咗民進黨嘅抗中保台政策嘅正確嘅。中國大陸以聯合利劍威脅台灣，影響安全，喺灰色地帶擾亂台灣民心，國民黨強烈遺憾，唔敢譴責。但係整下國民黨呢啲咁嘅立場呢，就要企過民進黨嗰邊，係對民進黨對賴清德呢係加持喎。國民黨注意到解放軍同海警船嘅圍台演習，影響海空運、民生物資、能源運輸，要求各方保持克制。嗱，呢個呢已經係幫佢㗎啦。咩叫各方保持克制呢？係大陸嘅單方面行動。乜嘢叫各方保持克制呢？國民黨堅定支持中華民國嘅防衛決心，政府提升國防預算，並強化國軍不對稱作戰能力，以確保國防安全。逼到呢提出國防預算嗰陣時呢，佢哋唔能夠削減國防預算，加強國軍弟兄嘅待遇，話加人工結果提升武力，係要國民黨逼到。雖然掌握咗立法院嘅多數，唔敢反對提升台灣嘅武力。國民黨嘅立場就捍衛中華民國。好啦，而佢嘅梗係講呢個呢，兩岸應該交流對話，唔係交惡對抗，強化國防交流對話。佢就加強要交流對話，呢個係對話。好啦，民眾黨係點呢？民眾黨呢，佢係表現得比民進黨呢係話佢係鬧民進黨呢唔夠實際行動保護台灣嘅安全。呢個係台灣民眾黨強烈譴責中國用任何形式嘅恫嚇同埋騷擾，停止用演習之名武力威嚇。賴清德講完致力和平穩定，佢就聯合利劍直指跨越呢個台灣海峽北部、東部、南部。呢個佢係話民進黨喎，宣示主權唔應該淨係講呢啲咁嘅祖國説。面對中共武力嘅威嚇同貿易壁壘呢，要謹慎應對，有具體措施。除咗譴責，仲要講點樣保護台灣嘅安全同經濟。佢好似仲鷹派過民進黨喎，呢個好好笑喎。呢個係結果，即係你喺大力壓力之下呢，喺台灣嘅民眾意願之下呢，台灣人一定係傾向抵抗，而係帶動咗國民黨同民眾黨嘅立場，強化咗賴清德嘅立場。佢只不過提出要智慧啫，要有理性務實先可以保持安全。溝通5個互相
呢啲最後答一答，但係已經係軟弱無力嚇。好啦，呢個就係台灣民眾黨譴責中國以演習之名行恐嚇之實。賴清德嘅民望繼續提升。美國在台協會就話：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挑釁，對於例行演說毫無道理。中華人民共和國要求佢保持克制，唔好再做呢啲嘢嚇。我哋喺度繼續監控，長年繼續講呢啲嘢不變，呢個係典型嘅，呢個係典型嘅。我講俾大家聽，如果從呢次嘅行動嚟講呢，佢又冇實彈演習呢，其實中共呢係去到黔驢技窮嘅境界，佢唔敢實質上再升級，實質上嘅升級呢，只會令到國際對台灣更加支持。好啦，嗱呢個有個好消息啊！呢個慶潘廠係韓國10大廠之一，同法德、美國有聯合廠。最犀利就係呢隻 Q10，停咗好耐，有得買啦！呢隻佢係含有 Q10嘅輔酶，斷咗1個月㗎啦，好多人係不停要買，係含有 Q10 輔酶、新維他命 B1、B2C， 每日1粒就得㗎啦，有120粒喎，好抵喎，可以食4個月喎，一盒食4個月喎。佢係即係嗰個粒線體係你身體嗰個發電機嚟㗎，能夠令你嘅粒線體強呢，就可以減少 cancer， 並且增加身體嘅動力，幫助調節高氣壓；而鋅呢，就增加抵抗力，促進細胞增長，改善血壓，增強體質。一盒有120粒，食4個月啦，抵到不得了。所有網友食過之後都讚好嘅。就仲有喎，Form Bio 嘅護肝素喎，佢含有奶計嘅奶計生物素、7種維他命、2種礦物質。德國藥典記載，水飛計素就穩定肝細胞膜，增強肝嘅代謝同排毒能力，重建肝細胞，係好強嘅抗氧化物同抗炎呢個就係好重要嘅。肝咧係你身體好重要嘅一部分，而佢有時咧佢唔會出聲喎，直至佢忽然之間跪低。本來870蚊2樣，呢隻嘢咧係1個月前賣晒，而家翻嚟啦，我哋仲特價俾大家添，598蚊一個維生素，一個護肝素，598蚊食4個月，呢個食4個月，呢個食1個月，抵到不得了。